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自然简报室，我是主持人 Eric。今天我们做一集来贴近每一个人的主题，VPN 真的能用吗？我会用两大品牌 NordVPN、Surfshark VPN 的动向来跟大家讨论，并带大家去看企业端为何正从传统的 VPN 走向 SASE 的架构以及 Zero Trust 的架构。而这个主题过去几周变得空前重要，因为 VPN 正上演着3场变局。首先，在法律层面，法国法院史无前例地要求VPN 扮演网络警察的角色。次之，在地缘政治的方面，全球网络的封锁激增，让 VPN 成了抵抗审查的生命线。最后，企业在安全层面，传统的 VPN 代表，例如像 Fortinet 正遭受全球性的 Zero Day 的攻击。今天我们就从这3场变局中拆解出个人与企业在2025年后该如何看待、选择，甚至是淘汰 VPN 的生存指南。依循往例，我们的声明在这里。好的，首先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总共有5则重点新闻。今天是2025年5月22日，新闻事件1 ：NordVPN 终止了 MeshNet 的功能。这项变动从2025年的12月1日起正式停用。NordVPN 宣布停用 MeshNet， 这个是让大家都连到了同一个 VPN 上以后，它就像是一个内网。那我们可以方便的去分享档案，甚至是去做游戏的连线，像内网一样，就像我们在家里面同一个网络。但是使用者偏低，所以 NordVPN 决定关闭了这项功能。好，那这项功能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就是可以组出我们的私有网域的架构。好，所以如果你是企业，那建议你应该要转向 SASE 的架构。如果你是个人用户，我建议你搭建自己的 VPN。现在我们的无线基地台里面其实都有内建像这样子的 function， 这样子的功能。你可以运用这样子的功能去组出你自己的 VPN 网络，这是一个我个人的看法。NordVPN 它其实最后决定去走向它的安全跟隐私，然后走向个人化消费级的逻辑，就是我可以换不同国家的 IP 去看不同国家的影片清单，例如我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的 Netflix 的内容，不同国家的 YouTube 的内容。好，这个是更像走向消费级这件事情。那企业端它其实就会分流到像我们刚刚讲的 SASE 的架构。它这个 MeshNet 关闭其实有这样子的意思。再来第2则新闻 ，VPN 业者被迫封锁非法串流服务。这个事件发生在2025年的8月上旬，法国法院做出了一项裁决，要求包含像 NordVPN、Surfshark VPN 在内的5家主流 VPN 业者必须封锁非法转播 WTA 的网球比赛以及 F1 赛事的特定网域。封锁期必须持续到2025年的赛季结束，也就是 WTA 到11月10号 ，F1 到12月7号。此时，这个是代表什么情境呢？我们先讲个人的影响是，以往我们可能是选择了 VPN， 想说我换个国家的 IP， 我就可以看这场转播或看这个内容。但是如果假设 VPN 业者配合法院这件事情，那你的权益可能就会有所受损，就会有所影响。所以你不能期待说 VPN 一定可以帮你跨到那个国家以后，一定可以看到这个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封锁跟限制。给予企业来讲，那此时你可能需要用商用的 VPN 去替代这种跨境的这种问题。例如，你需要到美国下单，你可能要用美国的 IP； 你到中国下单，你可能要中国的 IP； 你到台湾的银行网络可能会限制你要用台湾的 IP。因此，这里是需要去做明确的设计的，可能不能去依赖这种消费级的 NordVPN 或者 Surfshark VPN。这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VPN 它其实要保护隐私这件事情，它也会面对司法管辖的问题。所以它能不能够有效的翻墙，它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思考的。就像在大陆，如果你不是被同意的业者或者是被默许的使用者，你可能在大陆做翻墙，你可能是会被封锁的，可能是会被限制的。好，这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更深刻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真的有企业用的需求，我不应该要用消费级的产品。第3则新闻就是全球网络封锁激增 ，VPN 的使用飙升。根据 Tom's Guide 的观察，就是今年已经有多起这种网络封锁的事件，已经多达了24起。就像非洲国家多哥，多哥这个翻译也蛮有趣的，它其实就是 To Go，T-O-G-O， 它封锁了网络，因此在这个国家人可能要翻墙出来，我要去Facebook 啊，我要去 TikTok 啊，那此时它就需要有 VPN 的机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它的需求飙增，飙增了120倍。土耳其则上升了10倍。那相对的这些地缘政治对于人民上网的这个封锁，其实正在推力使用 VPN 上升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件事情是值得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封我了，我就会换 VPN，然后接着
可能这个国家就会把去 VPN 的这些节点可能都会把它封锁起来，好，所以这里面你可能要思考这件事情。但如果你是企业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有这种模拟假设封锁的话，你如何利用像 SASE 的架构或者是 VPN SD-WAN 的架构去跳脱这样子的限制，好，避免员工在工作的时候有被封锁这件事情。好，那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VPN 从这个企业翻墙的 VPN 已经从个人娱乐，我换个国家要看那个国家的内容，已经正式升级为地缘政治下的数位基础设施，它就变得很重要。好，就像馆长去大陆，他还是得用5G 的网络去翻墙，或者是利用电信商，他可能直接 bridge 回台湾的 IP 或 bridge 回香港的 IP 去对外才能去做直播，或者是他也得去买 VPN 这件事情。好，这里面其实是网络上有很多人在探讨大陆如何翻墙这个议题。那这个议题其实是相同的，就是就会有因为政治的需求而封锁你这个服务。再来第4则新闻，这个第4则这个新闻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新闻，就是 Surfshark 它夺下串流 VPN 的冠军哦，这个是2025年7月到8月的一个测评，哦，这是来自于 Tomsky 它评选Surfshark 2025年体验最佳哈，就是因为它的方案最便宜嘛，然后有各大业配在配合它嘛，甚至是说你在正确的时间点，你可能透过一些返利的网站，可能可以拿到100%甚至是120%的 rebate， 此时就会有效的得到这个回馈。那你可能就像不用钱的一样。那像我自己，我其实 Surfshark VPN 或者是 Node VPN 都有，其实都是透过这种100%的返利所拿回来的。好，但这2家是比较有名的。那这2家里面分别是有一家它有它的特色嘛，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好，所以它是串流媒体 Surfshark VPN， 它得到了串流媒体的第1名，就是因为它的网速最快，量测出来它的速度最好，品质最好。好，所以我们也很清晰的是，这个如果是追求性价比的话，你可能可以用 Surfshark VPN， 因为它还不限装置数嘛。好，那我们没有业配嘛，所以我们就不推广它，但是我们还是要讲说，它其实有不限装置数，对消费者来讲是好的。好，再来是第5则新闻，这第5则新闻是 Fortinet SSL VPN 它遭到了全球的暴力破解。这一波攻击来自于2025年的8月初就被侦测到了，治安的情资公司Grey Noise 在8月3号就侦测到这件事情。那全球有超过780个恶意 IP 正在对 Fortinet 的 SSL VPN 的设备发动大量的攻击。那这几天的攻击焦点可能已经从了本来的 SSL VPN 转向了 FortiManager， 它其实 FortiManager 就是它的管理平台。这个其实也代表一件事情，就是它有弱点被人家发现。好，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它除了要保护这件事情，可能也要，因为 Fortinet 的 SSL VPN 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他们在使用的嘛，所以如果你有使用到 Forti 的这个设备发生这样子的治安事情的时候，你应该要限制的这是管理界面以及限制说，我强制一定要开多因子。如果它是整个绕过这些界面的话，我们可能中长期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把传统这种 SSL VPN 要去评估导入 SASE 的架构或者是零信任架构，以降低这种传统 VPN 集中时我发生的弱点。它是一台硬体的设备，那这一台硬体的设备如果有问题，我就必须要把它做关机的动作，或者是我需要去关机以后去做更新。然后更新了以后，我才有办法重新再上线服务。那假设那个更新档案如果还没有来的话，你可能就无法营运，这个就是一个很大需要小心的事情。好，听完这3则新闻，我们给我们一般的用户或使用者一个最直接的结论嘛，就是 Nord VPN 跟 Surfshark VPN 到底真的能用吗？答案是能用。第一个结论能用。那在特定的场景下，我们是可以使用的，例如我们使用公用 WiFi。然后我不想在公用 WiFi 的公有环境里面，比如我在咖啡厅，然后我连上网的时候，我不晓得连到的是真的咖啡厅业者提供的无线基地台，还是我是有骇客在附近假造的基地台。好，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你真的一定要使用当地的公用 WiFi 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用 VPN 去做保护，因为你连到了恶意的无线网络基地台，它可能就会把你引导到一些有问题的站台。甚至是让你有中毒的可能。台湾有一些银行网站，它可能限定你在国外的 IP 不能交易，或者是你不能做一些存取的权限的这件事情，它可能就会是很有用的。然后再来一个结论2，就是它不是匿名的神器，所以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 ，VPN 它只是在数位世界里面
我坐上了一台计程车，以及拥有了一个任意门，好，就是它不是隐身的斗篷，就是它不会帮你看不到，它只是说我坐上了计程车。然后我跑到坐计程车到敦化北路205号，我在这坐计程车的过程中间，人家这测速照相或监视器只看到了这台计程车，并不知道，这个计程车上坐的是 Eric 是你，或者是你走路跑步，我从内湖跑步到敦化北路205号，我跑步过去的时候，路上的监视器就会辨识出来，这个人是 Eric， 那 Eric 经过了民权大桥，然后才到敦化北路205号。那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只是帮你装了一个外壳，人家不知道你在这台车上。然后它拥有了一个任意门，可以很快的让你到另外一个国家扮演另外一个身份，所以它并不会消失。好，那再来一个是选品这件事情，就是如果你是想省钱，然后要很多装置可以用，想要很多装置都共用这种 VPN 的机制，那 Surfshark 它就是比较划算的，因为它不限装置嘛。然后如果你是为了追剧而使用它的话，它串流又速度又快，那当然非常好。就像他办了一张 Costco 的嘉年卡，一张卡全家都能用，感觉就会非常划算。Node VPN 它其实是针对的这些恶意网站啊，或者是广告内容，它做了一些阻挡，所以它在安全上面它就会有更好的保护，更好的效果。所以对于如果你安全这件事情是你不想要不小心点击到恶意的这种恶意网站，它里面有隐藏的木马啊、malware 啊这样子的恶意程式的话，我建议你可以使用 NordVPN， 因为它有这个function可以去保护你。那你也记得要买这个function的套餐。我们也要破除2个迷思哈，就是尽量避免使用这种免费的 VPN。那这2大家我觉得都问题不太大，因为它如果出问题的话，很多人都会看着它，所以你也有最新的一手消息知道。避免使用这种免费的 VPN，就是我刚刚虽然是用那种返利网站去让它100%的退回，或者是120%的退回来，但是它是有广告行销费的逻辑在里头的。但是如果它全部都是免费的，它一定是想要偷你什么东西，甚至是想要知道你在看什么。你安装的它的软体，就有可能它的连线过程中间，它可以打开你的内容来看这件事情。像刚刚的 Surfshark VPN 或者是 NordVPN，我仔细研究了它的连线过程，它只是很单纯的在传输过程里面做加密，它并没有打开我们 HTTPS， 就是我们去打开银行网页，它看不到你正在开银行网页，以及你在银行网页敲击的内容，它是看不到的。那这是源自于银行它本身就有加密这件事情。好，所以这里面是可以要思考的一件事情。对于这件事情来说，就是你一定要选大的品牌，不要去买一些小众的品牌。好，那这里面就有潜藏的风险。好，那再来 VPN 会让网速变慢，那这个是过去的影响，因为它可能要绕一些节点。好，所以对于现在日常主流的测速，它几乎都可以跑到很快，所以几乎都是没有感觉的。如果你是治安的业务或者是顾问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客户沟通。像传统的 VPN 转型成 SASE 架构时，它的入口更多，它可以选最近的节点，然后在上面做治安的防护，然后甚至还可以让你去换不同的国家的出口。那它的效果可能会是来的最好的。好，再来是我们今天的第2个主题，就是 VPN 正确使用的知识。就是我们要会区分个人跟企业2个层面。首先是对于个人用户，就是你必须要建立一个观念，只要不属于你家的网络、公司的网络、你信任的网络，那都是属于公共场域。连电信基地台都有人造假了，何况是 WiFi 热点？无论是咖啡厅啊、餐厅啊、机场啊、捷运啊，甚至是饭店提供的 WiFi， 都有可能被人家监控或恶意变成钓鱼网站。因此，正确的知识是，只要你的设备连上的不是你100%信任的私人 WiFi， 那就应该要考虑去开启 VPN。所以在公共场合保护你的这些不要去连到有风险的基地台，这是第1道防线。第2件事情是面对企业用户。如果你企业你会发放给员工笔电啊、手机啊，那安全策略应该要更严谨，因为这些带有企业敏感资料离开办公室的网络以后，等于进入了风险丛林。所以，因此正确的知识是，远端的 VPN 不是建议使用，而是应该要用透过MDM 行动管理装置或者是端理管理装置强制设定这些 VPN 都是 Always On VPN 的模式，这样才能有效的监控说企业的员工或笔电它会不会接触到有风险的站台或网络。这些企业的强度就会更强，因为他们可以去做加解密的机制，可以去看到
第7层的传输里面档案是不是有 malware。像刚刚的 Surfshark VPN 啊，或者是 NordVPN 啊，它是必须靠它的探测情报的资料库，它没有办法把这个档案抓下来，帮你分析它是不是有风险，所以两者的强度会不一样。好，那谈完了这个使用的知识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厘清几个技术跟话语的迷思哈，就是使用 VPN 会让我的银行网络更安全吗？答案是不尽然的。你的银行连线本身就已经透过了 HTTPS 做点对点的强力加密 ，VPN 的作用只是保护你的设备到银行端的这一段外层路径，它不会被窥探。举例来说，我就坐了计程车到了敦化北路205号，我下车了以后走进银行，那走进银行，银行还是要有它的保全防御嘛，所以我进了银行以后，变成是银行的保护这件事情，所以它只是一个过程，我们只是加密了。我们到了 Surfshark VPN 或者是 NordVPN 以后，出口的那一段以后，它还是直接连到银行，所以它只是做了这件事情。那例如银行它有没有直接跟 NordVPN 或 Surfshark VPN 直接连线呢？答案是没有的，因为这一段它还走的还是公众网络，因为走的是公众网络，逻辑上就是加密这件事情是不存在嘛。你从我家坐计程车到敦化北路205号，再从敦化北路205号走路到银行。那走入到银行之间，就是变成是这里面就是透明的嘛，它就是走在公众的视野上。那公众的视野，你就要用公众视野的传统加密的方法去做连线。迷思2 ，VPN 是不是网络加速器？答案不一定是 ，VPN 的网络速度取决于伺服器的负载、地理的位置以及你原本连线的品质。因为有时候你的 ISP 品质好，或者是对特定服务降速。VPN 可能会因为绕路而加速，但是大多情况下，因为加密跟绕道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些延迟，所以你可以把它 VPN 当成是安全通道，而不是加速器。好，就是你加密本来就要花点时间啊，比如说我要连到这个节点，那这个节点它是不是可能离它比较远一点点？举例说，我从大陆要翻墙出来，那我跑到香港的 VPN 节点，再从香港的 VPN 节点回台湾。那它本身就是绕路啊，它就不是直连啊，你又用不了中间直连的线路，它就是一个绕路的情境。迷思3 ，VPN 能有效防御中间人的攻击吗？那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答案是 yes， 也是 no。好，这个问题为什么可以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它能够有效的防御你咖啡厅连上恶意 WiFi 时，这个骇客在区域网络架设的这些中间人攻击。你不会连到这些中间工，因为你的流量已经被预先加密连到了VPN 伺服器里了。但是你也要小心一件事情，假设你本身这个 VPN 的服务商它就是恶意的，那他很有可能自己就扮演中间人这件事情，去窥探你未加密的流量。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不要使用来路不明免费的 VPN， 而且他把软体装在你的电脑里，等于你把加紧密的权限让给他了。你等于是把主动的这个中间人让出来，所以假设你安装的软体是很小众、很不有名的，那你就要很小心，你就要有能力去调查出他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VPN 能不能有效防御中间攻击呢？答案是也不是。所以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 VPN， 有效的防御你在公有网络的时候的防御机制。再来是主题3。好，个人用户的视角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切换到企业的视角。Fortinet 新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传统的 VPN 它有3大致命伤。第一个，高价值的供给面，如果它是一个硬体，然后它只有一个单一的企业入口，那它很自然的有机会成为骇客的攻击点。好，那780个 IP 同时攻击这个入口，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所以，如果你只是自己准备一个设备，只有一个入口，那你这个入口如果崩溃了，那相对的就来自危险。第二，过度信任的风险，就是一旦验证过了，使用者就像进入了城堡内，往往赋予很高的权限，你没有去做最小的权限设计跟最小的权限管理，骇客很容易透过这个入口进入了以后去横向移动，直接偷到他想要用的东西。第三，效能与合规的瓶颈。所有的流量都要绕回总部，存取云端服务的时候又要从总部再出去，它就会又慢又没有效率。好，大家可以看我们荧幕上的这张图。好，这个图我用形容的说，就是如果我从外部，我从我的 headquarter 部署了一台 VPN， 然后我从欧洲连回了 VPN， 但是呢，我又要去欧洲的政府网站，那我就必须从欧洲连回台湾，然后再去欧洲的政府网站做事情。那此时存取的时候，它就很慢。又没有效率，因为你要跑回台湾，物理的距离就是这么长，它的品质就会不好。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得到好的品质。接着也很难做细腻度的管控跟审计，所以业界的现在的趋势，大家都要走向 SASE 的架构。然后 SASE 的架构叫安全存取服务边缘跟零信任的架构。这不是换一个新的产品，而是彻底思维的改变。好 ，SASE 的架构以及零信任的核心价值，就是过去信任的网络位置改成身份为中心，就是我永远不信任，永远一律验证，不论你在哪里，你要存取时，我都要验证你的设备，这里面去给予你当下任务所需要的最小权限。因为 SASE 它其实会在全球都部署入口，所以它可以找出最好的路径出来。好，那这个是 SASE 的价值，所以以往大家在部署传统 VPN 的人，其实渐渐的都走向要去部署 SASE 跟 Zero Trust 的架构。至于想导入的企业，我们给予一个企业落地的一个路线图，我们要先思考一件事情，就是0到90天，我们要先盘点跟加固，就是盘点我们远端应用身份辨识的方法。好，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辨识方法，辨识完了以后，我们一定要有强制的 MFA， 就是前几集我们有提到的 MFA， 然后接着我们要管理界面的IP， 就是我这个界面到底谁能进来做管理，然后关闭不必要的服务。好，那上一集我们有讲到 DNS 的时候有提到，这个云服务你关闭了，那个 CNAME 还在嘛？但是 VPN 服务会不会也有这种，你建了，但是没人在使用，但是那个入口开在那里，它必须要去盘点这件事情。那90天到180天，其实接着我们就要导入云的匝道，就是我们除了要有 SWG 跟 CASB 以外，我们也要建立资料分类跟外泄的 DLP 政策，我们也要去管理说，我哪一些东西是有可能外泄的，逐步把敏感工作的负载移出全网可达的 VPN 区域。好，那就是我敏感的资料，我什么时候才能可以去触碰？它触碰的时候要怎么触碰？好，接下来到180天到365天的时候，我们要转型跟收敛，好，就是把这个 ZTNA 零信任的架构、零信任的网络存取代我们境内网就全开的模式，最后收敛以SASE 为节点主要接入的方式，那持续的我们也要做红队的演练，最后我们要给 IT 管理者以及治安长一个对内的一个简报的一个沟通的一个逻辑，就是你应该要跟老板跟团队沟通。传统的 VPN 像是一把大门的钥匙，掉了你们全家的门都是全开的。SASE 是一种智慧门禁，就是我只在特定的时间对的条件我才开那一扇门，例如我是员工，我只能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6点之间刷门禁卡进公司，除此以外我就不能再进公司。这个是一种智慧的门禁逻辑，所以像 SASE 就是一个智慧门禁。讲到这里，我们把今天讨论的内容总结成一张表，你可以发现一个清晰的脉络。在表格的左侧是消费者的 VPN，我们以 NordVPN 跟 Surfshark VPN 为代表，就是他们主要的目标是布防在公众以及跨区。然后它的特色是简单使用，性价比高。它的风险在于，它并非就是真的把你隐藏起来，因为你换一个 IP， 你还是找得到你啊，还是可以知道你是谁啊。对于 IP 来讲，它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啦。就是我今天登录了脸书，脸书还是知道你是谁啊。我登录了 Google，Google 也还是知道了你是谁啊。跟你用什么 IP 在什么位置，对于 Google 来讲，它顶多就是知道说，你今天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位置而已。对于隐私性来讲，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就例如我今天坐了55688到敦化北路205号，那我搭的那个车牌编号是1234好了。这个1234很重要吗？因为我最后都抵达了敦化北路205号啊，然后我再走进去银行的，银行还是知道我是 Eric。至于你搭55688坐编号1234这台车来，还是你是骑 U-Bike 来，它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所以对于这种公众的这种逻辑，就是它只是防止说，我进到了一个恶意的无线网络基地台，这件事情，然后我可能可以跨区去看到一些影音内容，甚至是你可以跨区订到一些便宜的饭店。我们希望在这里可以讲清楚这种NordVPN 跟 Surfshark VPN 它真实的使用的情境应该是什么。在表格的右侧是企业的架构，我们传统的这种 VPN Gateway 它代表的就是像范例是 Forti 啊，你也不只是 Forti 被攻击啊，有很多厂商也常常被攻击啊。Forti 啊 ，Palo Alto 啊 ，F5 啊，他们也常常遭受像这样子的攻击。你集中在一个节点，那你门在那里，门被人家撞破了，那你就入侵了嘛。所以你应该要转型成新的 SASE 跟 Zero Trust 的架构，利用云原生分散的方式，
以及24小时都有人在监控这个门这件事情，来去作为身份的核心，进入存取的一个核心。它能整合 SWG，我上网有 SWG 的保护，有 CASB 的保护，有 DLP 的功能，然后可以做到最小权限的精细控制，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智慧门禁，该开的时候开，该关的时候关。简单来说，个人的 VPN 就是看体验了。那企业的话，我们其实是需要信任跟合规的。好的，我们今天回答了 VPN 真的能用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它的边界以及正在发生的巨变。那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对个人而言，VPN 你在公众网络或者是数位内容之间穿梭的时候，它是一个保护盾跟任意门，但是它不是什么逆中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要逆中，你要走洋葱路由，才能去做到真正逆中这一件事。如果对企业而言，传统的 VPN 正成为攻击的热点啊，那你应该要赶快启动 MFA。如果你的 VPN 没有 MFA 的话，其实也很危险的。然后也要赶快去做补丁的动作。长远来说，它是必须走向 CC 的架构以及零信任的架构。整个大环境来看，法规以及地缘政治的封锁、骇客的攻击，正形成一股三重压力啊，迫使我们在使用任何连线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这些事情。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你更清晰的看懂 VPN 的现在与未来。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务必订阅、分享、留言，然后欢迎也把我们这集分享给正在评估 VPN 的朋友跟客户。我是主持人 Eric，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治安简报室，我们下周见。